你真的烦恼升学吗？课业上有困难吗？或对未来没有方向吗？这一集影片是要拍给目前可能还在就读国中、高中生的同学看的。那如果你已经出社会了，你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亲戚小孩，不然就是先把影片存下来给未来的小孩看也可以哦。那如果你现在就想把影片跳开也没关系，因为代表你不需要这支影片的帮助。那我之前其实在这个频道就有拍过教高中生如何制作出优秀备审资料也分享过我创业1年后学到的10件事。那也曾经在亲子天下的年会演讲过如何引导孩子自主学习。那是我这方面很厉害吗？其实不是哦，是我曾经在这方面辛苦过、挫折过、低潮过，所以一路走过来，当然有一些心得可以分享。那也是因为最近看到很多同学对未来或者是现在充满迷茫，所以我想趁我还有一点影响力的时候，多分享一些我身为过来人的一些经历。那当然，我不觉得我有伟大到大家都要照着我的话去做，因为我是我，你是你，你不能照着我的人生剧本走。我是希望你能够从中找到你能够学习的地方，然后转化成属于自己的养分。好，那这边可以看到，接下来我会有一些带大家思考的一些问题。那如果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喽。好，那首先这边可以看到，人为什么要读书、考试、升学？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同学在读书前要先摸索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再来读书会比较适合。不然你永远会觉得读书是没有意义的。那大部分的同学都是为了考试而读书，那如果不考试，你是不是就不读了？我希望大家可以随时在心中思考一下，人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考试，为什么要升学？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观点我先撕开，你们可能还看不懂意思我认为读书是为了让你在社会上有基础的知识，而考试是为了验证你基础知识的水平，而升学是为了让相同知识水平的人聚在一块。那不读书或书读不好会不会怎样？有些人会常举说像林肯啊、比尔盖茨啊，或者巴菲特、贾伯斯他们都辍学，然后照样成功，变成人生胜利组，然后就塑造一种学历好像真的不重要的想法。这种比中头奖几率还要低的例子，大家居然也认同。我个人觉得这样讲很不负责任，只讲对一半。那我个人观点，不读书会造成影响，就是你原本花在读书上100%的心力，现在如果砍半或者是舍弃的话，必须要花300%甚至是1000%的力气在其他方面然后来证明你这个人就是顶尖玩家。就算不读书不考试，你的人生一样会飞黄腾达。你有办法吗？那成功的伟人，大家看到的都是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都没有想到这一切都需要相对应的代价。那像我这边就来简单分析一下轻视学历的代价可能会是什么。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断送你的选择权。举例像贾伯斯，他辍学，基本上他等于舍弃掉到大公司上班的这种可能性嘛。当然不看学历的公司也有，但就是至少刷掉一半公司的机会。就是他基本上只能创业，自己赌下去，自己拼了。因为他创业当老板不用在乎他自己的学历嘛，那他辍学就变成是要靠他的商业头脑或者是企管能力，或者是产品设计的能力来补足他学历这一块的缺失。但是这种计划没有底牌没有 B 计划，没有后路的做法，好险是成功了，好险他变成大家知道的贾伯斯。但如果失败了，那你就得再花更多的力气重新再站起来。所以世界上没有轻松的方式，我希望大家可以参考这个观点。如果你不读书不升学不是不行，但希望你是已经掌握人生成功的其他选项。如果你是目前对人生对未来毫无想法，你可以先把100%的心力放在读书上，然后让你在探索出专长之前保留一个人生的选择权而分数的考高考低，这则是让你在升学方面比别人更多一点的选择权让你跟实力相当的同学聚在一起。所以这个就是让你可以掌握选择权。那大家一直听我讲选择权，到底选择权有多重要？我举例，像爱情的世界里，最好你能够当被告白的那一个，因为你可以选择你到底要不要跟对方在一起。那告白的那个人只能等待答案，就像是任人宰割的羔羊。那运气好当然就在一起，但运气不好就会被拒绝，然后非常挫折，然后开始讨厌女生，永远不再相信爱情。还没有，不是通常这样吗？好，太夸张，对不对？但如果告白的人他也有选择权的话，就是你的心态是你在准备要告白某个人之前，准备好 B 方案，你有被拒绝也没有差的选项，然后就是说你是个好人没差那你心里就不会受伤，因为你有2个选择这样子所以你们待会会发现我讲的内容几乎都围绕在选择权。好，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现在先不读书，以后再恶补可不可以？我相信有很多同学都有这样的疑问，因为你现在不想读嘛，一样在脑中可以想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现在的教育环境跟以前没有什么差别对，我不想说什么你们现在学东西都很方便啊，资源很丰富啊，网络也很方便啊，因为我还在读高中的时候资源也是蛮丰富的，Google 也是很好用啊，要查什么东西都查得到。因为高中距离我现在也才刚过4-5年，所以我知道，所以我们的教育环境跟遭遇蛮接近的，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学习氛围很不一样我还不知道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但我猜可能是因为疫情打坏了同学很多的计划让大家抱怨自己是最衰的世代，觉得其他计划都被中断了，只剩下学校没有被中断，只剩下书可以读，目标只剩下学
学习，所以你讨厌学习，因为不是你想去读书，是书追着你读。但是关于升学这个部分，我们当年也是这样啊，只不过因为这2年有疫情，让课业变得更聚焦，然后让课外变得更失焦，然后大家的焦虑变成在焦虑升学，而不是在焦虑学习。所以我觉得是因为大家没有学习的强烈需求。那我以一个过来人刚出社会的经历来看待国英数，当了创作者这个角色之后，我认为国文是最有用的科目，因为我到现在连注音要不要卷舌，那个字啊诗啊有卷舌没卷舌我都分不太清楚，然后观众都会纠正我的发音，因为当时在学的时候没有分得太清楚，然后我拍片的时候常常要讲话，然后因为成语谚语背得不够多，我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引经据典，好好的讲出一口漂亮话。那这边我觉得有一部电影叫《末代皇帝》，就溥仪那一部电影有一个桥段很棒年幼的溥仪问他的老师说，老师为什么我要学措辞？那他的老师回答他说，因为如果言不及义，就无法说出自己想要说的，而君子呢，你要言行一致所以如果你想要有好的口才，说出漂亮话，国文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数学呢？身为一个老板，如果数学常算错或算不好，公司也是会倒得很快。那你说那些三角函数什么的，真的用不到吗？在 A1 表达式的世界里，那些公式都是基本功再来，如果你想要投资东西你要计算报酬率，你想要跟钱这种数字化的东西走得很近的人，你数学也不能太差。好，那英文这个科目呢？我就不用多说了吧。你们可以看到我最近的 CC 字幕为了让更多国外的观众可以看到我的影片，我都做成英文版的。而英文也是永远不败的卖课主题今天不是别人卖课程教你英文，就是你要掏钱去学英文。所以书到用时方恨少希望大家不要毕业之后才后悔才来花钱来补习恶补以前没有学好的国英数如果是社会人士要回来补这些科目，平均也都要5到10万起跳。我想说等我出社会后，我有的是时间可以回来恶补但是我可以跟你说，出社会后真的会忙爆，不会有时间学习。就算真的忙完有时间来恶补，你的商业竞争对手也不会等你，你就变成永远在填补你当年留下来的学习缺口。而且说真的，你出社会后，你离开这个学习的环境，你就再也回不去了。你说你要我像以前高中一样规律，早上6点起床，然后去学校上课，这完全不可能。所以现在的你是学习的好时机。你如果书读得好，就读起来，增加自己的选择权用智商压制对手是很有成就感的。那如果你书读不好，你就思考一下，你有没有多个后路或者你有没有干爸爸、干爹来证明你不读书也没差的其他选择权？好，那在最后了如何保证考上好学校？好，我觉得有些同学对于那些多元入学的管道的用法都有一些误会像绩优甄审或推荐甄审就是用来让明明很有才华但成绩却不好的同学可以尝试的入学管道，就是因为他比较不看在校成绩，然后你如果有做一本作品集，然后搭配面试的话，就可以尝试的一个入学管道。像我当初也是用绩优甄审上云科，但我发现很多同学都是直接抛弃课业，把它赌注全部压在备审资料上面。但是这个做法风险太大因为你直接断送了你其他的选择权所谓保证考上好学校，应该是你统测有把握，你学测也有把握，你绩优也有把握，推甄也有把握，这样才是真正保证你能够考上好学校不是你选一条你自己舒服的路，然后就直接 all in 不然像推甄面试，这次因为疫情的关系，不是就取消实体面试，可能改成线上，我不知道，那你就直接乱了手脚了嘛。选择权也是有意外的，所以大家要不断的扩增自己的选择权，这样才能提高你人生任何阶段成功的几率。好了，差不多就是这样。那我为什么特效拍好好要来拍这一类的题材？这很明显不会有高流量，那是因为我做这件事情我是不求回报的我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大过于流量。我是希望如果我的分享能够让一些可能正在低潮期的同学获得一些启发，或者是产生一点点动力，或者是能够有一些些微的影响或是帮助，那我今天拍这支影片就值得了。而今天这支影片我还想赋予它更重大的意义。大家应该都有近几年的小目标吧，就是大家可以把我这支影片当做时空胶囊，在下面留言你1年后没有很远1年后你希望在1年后变成什么样的自己，那我们来各自努力实现，然后我们1年后再一起回来看看这支影片底下的留言自己有没有实现那个目标。那比如说我现在示范我目标接下来1年内我会吸取更多前人的经验跟摄取大量的知识出版一本能够帮助到同学未来职涯探索的实用书籍。对，我1年内我目标是出书，大家可以抛弃旁人的观感，勇敢在底下留言你自己1年内的目标至少我会陪着大家一起执行各自的目标这样对大家来说应该就有一种陪伴感，代表在奋斗的这条路上你不是孤独的，很好我喜欢我的频道能够产出今天的内容如果还想听我分享关于生涯虽然我人生还没有过半但是25岁以前的生涯规划，尤其是15岁到20岁的人生迷茫时
时期我还是可以针对这些同学给一些经验分享而且正因为我年纪跟你们不会相差太远，所以我说的内容相信更有说服力如果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生涯主题，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那最后影片结束后，喜欢的欢迎分享，不列订阅追踪6点 Huber， 每周晚上6点准时发布影片，拜拜。想学特效，想分享自己的作品，快到六子渊秘密教学社团，脸书搜寻六子渊特效教学，限时开放加入。